有些灵魂是温柔地降临于世的，他们被温暖与接纳所环抱，仿佛诞生于宁静的花园；而另一些灵魂却是诞生于烈火之中，他们出生在沉默比言语更伤人的家庭，成长在爱需要争取或表演的环境。如果你正是这样的人，如果你曾疑惑为何能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却生长在一个无法理解你痛苦的家庭，如果你多年来坚信自己的敏感是种诅咒，家族的问题是你的耻辱，那么这是来自你灵魂的讯息。你没有破碎，你不是错误，你是被选中的。倘若那个看似冷漠、无法理解你的家庭，实际上是你此生神圣启蒙仪式的起点呢？倘若你那些非凡的精神天赋，那深刻的直觉，那强大的共情力，那洞察人心本质的能力，并非源于你的童年创伤，而恰恰是因为这些创伤才得以被雕琢、被唤醒、被显现呢？请继续聆听，因为在这段内容结束时，你将彻底明白为何你的灵魂勇敢地选择了这条荆棘密布的道路。你将深刻了解那神圣的创伤如何成为了你通往无限力量的秘密入口。你更将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并非家族之树中那根被风暴折断的脆弱枝桠，恰恰相反，你是某种全新未来的破土而出的根基。这趟探索不仅关乎如何从家庭创伤中疗愈，它更关乎一个更为宏大的认知，你就是你整个家族谱系在世代轮回中等待已久的那位循环打破者。如果你曾感觉自己像个格格不入的异类，是家庭矛盾的替罪羊，或是那个永远无法融入家庭官方幸福叙事版本的人，那么这段内容正是为你而来。我曾认为家庭背景是最大劣势，多年来坚信，若能拥有正常父母，若不是那个总惹麻烦的孩子，若不是对一切都如此敏感，人生会更顺遂，更快乐，更成功，更正常。但接下来的发现将彻底挑战你对家庭问题与精神天赋之间关系的所有既有认知。我们所处的世界普遍信奉一种简单化的因果论，健康的家庭自然造就健康的人，而有毒的家庭则注定生产出受损的人。我们从小被教导，出身于问题家庭的我们需要去疗愈，去克服，甚至需要学会原谅与遗忘。这背后隐含的假设是，充满挑战的童年是一份沉重的、阻碍你前行的负担，你需要用一生去弥补这个先天的缺陷。然而，这种主流的、看似充满善意的观点，却系统性地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相：数以百万计的高敏感、高共情，在灵性上不断觉醒的人们，耗费了数十年宝贵的时间，试图修复自己，却从未停下来思考过一个颠覆性的可能性。倘若你的有毒家庭背景并非一个需要被克服的创伤，而是一场为你量身定制的通往非凡意识的启蒙仪式呢？伟大的心理学先驱卡尔·荣格在他对人类心灵的毕生探索中
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些在精神觉醒层面达到最深刻境界，在情感智能上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来自最具挑战性、最复杂的家庭背景。请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在你所认识或听闻的那些真正触动过你的精神导师、疗愈师、艺术家或者智者中，有多少人拥有一个完美无瑕、充满阳光的童年？我指的不是那些口吐莲花、贩卖廉价积极心理学的人，而是那些真正拥有生命深度、闪耀着智慧之光，能够真实地容纳他人最深痛苦的人，并不多，对吗？我们被整个社会文化所深深灌输的受害者叙事，正在让无数才华横溢的灵魂被困在对自己出身的羞耻感中动弹不得。他们耗尽了所有的生命能量去追求一种虚幻的正常，却从未被提醒去意识到，恰恰是那些不正常的经历赋予了他们正常、安逸的家庭环境永远无法提供的独特能力与超凡洞见。心理学中的家庭替罪羊概念，为我们揭示了问题家庭内部隐秘的运作机制。当一个家庭系统内部充满了无法解决的张力、被压抑的情绪和不被承认的秘密时，整个系统就需要找到一个人来为所有的问题和痛苦承担责任。这就像一个压力过大的高压锅，迫切需要一个泄压阀来释放内部的压力，以维持系统表面的平衡。面对家庭中无法言说的焦虑、婚姻的裂痕、成员间的疏离，家庭会无意识的、集体的选择一个人，通常是孩子，来承载所有的矛盾与投射。但极少有人谈及这机制背后那惊人的转折。那个被选中的替罪羊，几乎总是家庭中情感最诚实、最具洞察力、对能量最敏感的那个新成员。你被选中，并非因为你最麻烦、最坏，恰恰相反，是因为你最清醒。在一个充满谎言和伪装的系统里，必须有人感受到那份无法言说的痛苦。在一个所有人都选择麻木和否认的环境中，必须有人对那份虚伪和矛盾做出真实的反应。必须有人像古代煤矿里的金丝雀一样，在毒气弥漫、所有人都毫无察觉时，用自己生命的颤抖发出警报。而这个角色通常会落在那个心最软、感受力最强、天生就对公平与正义有着执着追求的孩子身上。所以，如果你曾被家人贴上太敏感、太情绪化、想太多的标签，如果你对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做出了完全合理的情绪反应，却反被扭曲成你精神不稳定、爱小题大做的证据，那么恭喜你，你从来都不是那个问题所在。恰恰相反，你是那个试图让解决方案浮现出来的管道。你的敏感不是弱点，而是一套精密无比的真相预警系统。你的情绪反应不是家庭问题的证据，而是一个不健康的系统中你依然保持着心理健康的证明。你就像一支无比精准的音叉，在一个所有人都已经跑掉，并坚称那跑调的旋律才是正常的乐队里，
依然固执的、清晰的，以真理的频率独自震动。荣格所提出的个体化过程，是指一个人从家庭或社会的集体意识中逐渐分离出来，摆脱外在赋予的角色和期待，从而形成独特、完整的自我认知的心理发展阶段。这是一个英雄般的内在旅程，而这个过程几乎总是需要某种形式的群体放逐或排斥来作为启动的催化剂。当你的家庭系统试图用指责、孤立、贴标签等方式迫使你放弃自己的真实感受，回归到他们所设定的那个正轨上时，他们实际上在无意识中为你创造了去发现你真实自我所需要的完美条件。他们以为在惩罚你，实则在解放你。每一次的排斥都像一股巨大的推力，将你从那个令人窒息的集体幻梦中推开，让你别无选择，只能转向内心，去寻找属于你自己的坚不可摧的真理之锚。这绝非否认你所经历的痛苦的真实性。成为家庭的替罪羊，确实会带来深刻的，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创伤。那种被最亲近的人误解、背叛和孤立的痛，是真实而刺骨的。但倘若这份创伤同时也是你灵魂的启蒙仪式呢？倘若你那些非凡的精神天赋并非尽管你有一个挑战性的家庭，而恰恰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家庭才得以被深度开发和磨砺呢？那些真正拥有强大同理心、敏锐直觉和深邃智慧的人，有多少不曾有过被家庭排斥，感觉自己与众不同，最终不得不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摸索道路的经历。你的家人没有伤害你，他们在锻造你。每一次他们拒绝承认你的真相，实际上都迫使你与自己内在的真相建立起更强大、更直接的连接。每一次他们试图扭曲你的现实感，实际上都迫使你在自己内心深处发展出一种不可动摇的自我验证的认知能力。每一次他们让你感到孤立无援，实际上都将你推向了更广阔的宇宙、更深层的灵性资源，去寻找真正的归属感。真相是，你的灵魂使命本就不是要让你完美地融入你的原生家庭，你的使命是要经由它来学习、成长、转变，并最终超越它。你今天所拥有的那些深刻的精神天赋，正是你早已在这场启蒙仪式中取得了卓越成就的最好证明。如何将痛苦真正转化为力量？大多数人对疗愈的理解是回到某种所谓的正常状态。他们认为疗愈就是去处理创伤，接受心理治疗，或许最终能够原谅家人，然后努力让这一切都像从未发生过一样。最终的目标是变得像其他人一样，情绪稳定，生活可预测，不再有那么多波澜，情绪平稳。追求平静本身没错，但这种对疗愈的理解存在巨大误解。试图变得正常的根本问题在于，你本就不该是正常的。你内在的那种敏感，那种强度，
那种能够深刻感受一切事物的能力，这些从来都不是需要被修复的缺陷，而是需要被理解、被接纳，并最终被有意识的发展和运用的特质。它们是你的天赋，是你的超能力。荣格提出的阴影工作这一洞见，为我们揭示了转化的秘密。你所有那些曾被家人、被社会教导要去拒绝、去压抑的自我面向，你的愤怒、你的悲伤、你的痛苦，甚至你身上那些所谓的负面情绪，它们并非你的敌人，而是蕴含着巨大潜能，等待被接入和整合的能量源。当你成为家庭的替罪羊时，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却常被忽略的事。你的家人实际上将他们自己无法面对和处理的全部情感阴影都投射到了你的身上。这解释了为什么你有时会感到那种无法言说的，似乎不属于你的沉重。你不仅在承载自己的痛苦，还在替他们背负着那些被压抑的、未曾消化的情绪。难怪你有时会感到不堪重负，仿佛溺水一般。然而，当你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如何区分哪些情绪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哪些是你从家族中继承而来的情感包袱时，当你不再试图摆脱或压抑它们，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去整合它们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所有那些曾被投射到你身上，让你痛苦不堪的沉重能量，都将开始转化为你独特天赋的原始材料。这个转化的过程通常会经历3个至关重要的阶段。首先是识别与分拣阶段，在这个阶段，你必须像一个心灵的侦探一样，开始细致地去区分你的真实情绪与继承情绪。这需要你培养一种向内观察的敏锐度。你可能会发现，那种长期伴随着你的莫名的深层焦虑，其根源可能并非来自你此生的经历，而是你祖辈在战争或饥荒年代所经历的从未被处理的情感创伤的回响。那种让你在人际关系中习惯性讨好、不敢表达真实需求的模式，可能并非因为你天生懦弱，而是因为你在无意识中承载了家族中某位长辈我不够好、我不配得的深层羞耻感。这种区分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解脱，它能帮助你卸下那些本不该由你来背负的不必要的情感负担。练习的方法很简单，当你感到一股强烈的情绪涌上心头时，在做出反应之前，先暂停一下，深呼吸，然后温柔地在内心问自己，这个感觉，这真的是我的吗？还是我正在为家族中的某个人或某件事承载着它？仅仅是这个提问，就能在情绪和你的自我认同之间创造出一个宝贵的空间。其次是整合与赋能阶段，这个阶段的核心不是要摆脱这些所谓的负面感受，而是要彻底转变你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你要开始将他们看作是中性的能量，并学习如何成为这些能量的主人，而不是他们的奴隶。你内在的愤怒，当它不再被压抑或失控的爆发时，可以被转化为一股强大的、清晰的力量。
用来为你自己的人生设立健康的边界。对不公说不。你的悲伤，当它被允许充分地流淌时，可以冲刷掉你心灵的尘埃，最终转化为深刻的慈悲与同理心，让你能够真正地理解他人的痛苦。你的敏感，当它不再被视为一种负担时，可以被发展成一种非凡的直觉和洞察力，让你能够感知到他人言语之下未曾表达的真实情感，以及环境中能量的细微变化。心理学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创伤后成长。他强调的重点是，经历过重大挑战的人最终所达到的心理高度，不仅仅是恢复到创伤前的原状，而是借由与困境的挣扎和整合，成为了一个比从未经历过创伤的自己，拥有更深刻的生命体验，更坚韧的心灵和更广阔的智慧的全新的自己。最后是转化阶段，这是奇迹发生之处。在这个阶段，你不再仅仅是管理和运用你的能量，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将你所有的内在强度引导向一个超越你个人得失的更高的目标与使命。你的每一段痛苦的经历都成为了可以与他人分享，照亮他人道路的智慧之光。你曾经挣扎并最终打破的每一个家族模式，都成为了你可以用来指引其他同样受困者的清晰地图。你未曾被烈火吞噬，这让你拥有了引导他人安全穿越火焰的资格。你的伤口成为了你从事疗愈工作的资格证书，你的伤疤成为了你独一无二的超级力量。当被正确的理解和整合时，童年创伤就不再是阻碍你精神发展的障碍，它本身就是你精神发展这个宏大工程的催化剂与基石。你可能会想，这听起来工作量很大。的确如此，这是一项英雄般的任务，但没有人告诉你的是，你其实早就在做这项工作了。你选择感受，而非麻木的每一个日常瞬间，你努力克制自己，拒绝将继承的痛苦无意识地传递给他人的每一次互动。你在感到迷茫和痛苦时，选择保持清醒，向内探索而非向外逃避的每一个时刻，这就是阴影工作，就是转化。唯一的区别是，从现在起你知道了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这一切为何如此重要。个人疗愈只是这段旅程的热身，你打破的每个模式，发展的每个意识层面，不仅改变人生，还会在时间中前后涟漪。大多数人认为疗愈是一场纯粹个人的旅程，这种理解遗漏了关键部分。现代科学，特别是表观遗传学的研究，正在以严谨的方式证实古老的萨满智慧和东方哲学早已知晓的事实。创伤不仅会深刻地影响经历者本人，它还会以能量和信息的形式跨越代际进行传递。当我们的祖先经历了他们当时无法处理或整合的巨大创伤时，如战争、饥荒、突然的死亡、被压抑的悲痛，那份未被解决的能量会像一份未尽的情感遗产传递给他们的子女。
以及子女的后代。实际的基因表达变化可影响多代人的压力反应。这种创伤的传递不是命运的诅咒，而是呼唤疗愈的信号。你身上那种莫名的焦虑感，那些在你生活中不断重复上演的关系模式，那种总是感觉自己背负着不属于自己的重担的疲惫感，你可能真的在为你的整个家族承载着那些未曾哭泣的眼泪和未曾安息的灵魂。难怪你总是感到与众不同，难怪你有时会感到不堪重负。你仿佛正在打一场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开始的战争。现在，请再次颠覆你的认知，倘若这并非一份负担，而是一项超能力呢？倘若你之所以被选中来承载这一切的痛苦，恰恰意味着你也同样被选中，来拥有最终转化这一切的能力呢？这使得你此生真正的超越个人层面的使命变得无比清晰。你不仅仅是在疗愈你自己，你是在疗愈你整个家族的谱系。你正是你家族世世代代的灵魂所共同等待和期盼的那个人，那个拥有足够的意识、足够的勇气和足够的爱，来最终打破这痛苦循环的人。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家族的心理 DNA， 它是一个看不见的却真实存在的继承性心理层面，将我们与所有的祖先以及他们所有的经历、智慧和创伤连接在一起。但其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是，荣格相信我们不仅继承了创伤的潜能，我们同时也继承了与这些创伤相对应的原型疗愈模式。换句话说，家族不仅将伤口传递给了你，它也同时将解药的配方深深地植入了你的灵魂之中。你之所以成为家庭的替罪羊，之所以拥有那份与众不同的敏感和清醒，并非偶然，那是因为你的灵魂蓝图中天生就携带着能够最终转化那些其他人只能被动承载的创伤的特殊心理特质和灵性工具。这对你当下的生活意味着3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首先，请停止将家族中重复出现的模式视为你个人的失败。当你发现自己正在无意识地重复你父母的某种行为或情绪反应时，不要再陷入自责和羞愧的漩涡，取而代之，你可以带着好奇心去问，这个模式，他想通过我来教会我什么？他在等待着怎样的看见与转化？其次，请深刻地理解，你每一次选择有意识的回应，而非无意识的反应，你都是在重新编码你整个家族的心理 DNA。当你选择用沟通来打破沉默的模式，用接纳来疗愈被评判的模式，用健康的爱来终结情感疏离的模式时，你所做的不仅仅是在改善你自己的生活，你在改变你未来子孙后代的命运轨迹。最后，请全然的、自豪的拥抱你作为家族炼金术士的角色。你的任务就是将你所继承的看似沉重而无价值的千痛苦、创伤、限制性信念，通过你意识的火焰
转化为灿烂的黄金智慧、慈悲、爱与自由。创伤幸存者研究发现，表观遗传标记的改变可影响基因表达并传递给后代，但没人谈论的是，如果创伤可遗传，疗愈也可以。你为自己发展的每一份意识，你勇敢打破的每一个模式，你给予自己的每一份无条件的爱，所有这些积极的改变，都能以一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跨越时空，祝福和解放你的祖先，同时也为你的后代铺就一条更光明、更自由的道路。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你其实早就在做这项神圣的工作了。在每一个你本可以麻木却选择了清醒的日常片刻，在每一次你本可以习惯性的反应却选择了有意识的回应的微小瞬间，你都在悄然的却无比有力的改变着你整个家族故事的进程。你不是那个格格不入的异类，你是在灵魂层面足够强大去承载这一切，有足够清醒去转化这一切的循环打破者。你的精神天赋不是你艰难童年之后的一点安慰奖，他们是宇宙为了让你能够完成这项神圣使命而专门为你配备的全套工具。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拥有非凡精神天赋的人都来自最具挑战性的家庭，不是尽管如此，而是正因如此，你正是你注定要成为的那个人。你正在做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要做的事。那些曾让你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甚至被视为问题的特质，往往是你最宝贵的精神礼物。断开与父母的业力纠缠，是一种极深的忍辱。修行人要先斩断愚孝的根，莫把盲目顺从错当孝敬。若分不清真心与执念，又如何能真正慈悲？这世间太多人被困在父母的枷锁里，不是不孝，是愚孝迷了心；不是不爱，是乱爱失了己。我们将父母的痛苦当成自己的功课，将他们的负面情绪当成必须承接的债。他们哭，我们便一并悲伤；他们怨，我们便揽下过错。这份代际的业力纠缠，是替父母背负的情绪枷锁。修行是清醒的看见，而非麻木的忍受；孝敬是智慧的陪伴，而非无边界的牺牲。若一生都在为父母的业力买单，我们的人生变成了他们生命的附庸，何处还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所谓斩断，断的是愚孝的执念，而非对父母的关爱。不怨不责，只是轻轻放下必须拯救他们的妄念，收起以牺牲换取认可的习惯。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愧疚与不安，就如解开两代人交错生长的树根，每一次扯动的刺痛都是深层的业力在松动。但当你开始转身走回自己的修行路，心境会逐渐成明，那份本属于你的生命能量也将重新流淌。师父常说，不破此关，难见真我。在这场亲情课题里，真正的孝敬是首先活出自己的力量与清明，再用充盈的能量温暖父母，
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我是家族业力的终结者，让这句话成为你解开这份纠缠的勇气。愿你在疼痛中破解，在清醒中重生。父母的人生归父母，你的人生归自己，如此两代人才能在爱与自由中真正相遇。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